金价闪崩，银价雪崩，散户们本想赚个年终奖，结果亏出养老金，暴涨暴跌的黄金白银，你还敢上车吗？听财阀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不低头，不妥协，给全球央行脸色看的黄金白银，如今是真的笑不出来了。前脚还喊着突破历史新高，后脚就上演高台跳水，把全球股民都整不会了。不降息，不买账，美联储说话也不好使，这曾经是黄金白银最硬的底气。一路狂飙猛进，最火的时候，你不光得信乱世买黄金，还得信白银是光伏革命的白色石油。很难相信，就是这么狂拽的黄金白银能在1个月内涨到历史新高。可惜，黄金白银这顶流的地位还没拿住多久，就玩起了闪崩。据光明网报道，一天之内从历史最高点暴跌超过 10%， 这就是白银在12月29日上演的惊魂跳水，黄金也被拖下水，跌破了每盎司4500美元的关口。白银价格刚在12月27日创下每盎司 82.67 美元的历史新高，仅仅2天后就直线跳水，一度暴跌超过 7%。 黄金也撑不住了，跌破了每盎司4500美元的重要心理关口。以前分析师动辄预测剑指3000美元拽盎司，现在一觉醒来价格就能跌个窟窿。从避险之王到波动之王，让黄金白银甘愿摘下永远长光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这次暴跌不是没有预兆的。就在12月29日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出手了，大幅上调了包括黄金、白银在内的多种金属期货的保证金要求。什么叫上调保证金？简单说，就是你想继续玩这个游戏，入场券变贵了。比如白银期货的保证金上调了约 13.6%， 交易成本一增加，那些靠借钱炒作的投机资金就玩不转了，只能赶紧卖掉手里的仓位，大家一窝蜂的卖，价格自然就垮下来了。市场情绪本来就绷得很紧，贵金属价格已经涨到了难以用基本面解释的水平，很多机构都警告，价格已经站在悬崖边缘，回调的风险越来越大。要知道为什么跌得这么狠，得先看看之前涨得有多疯。今年绝对是贵金属的大年，黄金全年涨了大概 70%， 而白银更夸张，涨幅超过 150%。 什么概念呢？如果你年初投了10万块买白银，现在可能变成25万了。这种涨幅放在任何一种投资品里都算得上狂飙。推动上涨的第一大力量是各国央行，对，就是那些掌管国家钱袋子的机构。他们今年在黄金市场上可是买的主力。为什么呢？背后是对美元信用的担忧。最近几年国际局势动荡，一些国家担心自己持有的美元资产不安全，就开始增加黄金这种非主权信用资产的配置，这被很多专家看作是一种去美元化的趋势。另一个重要的推手是大家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。美联储好比全球资金的水龙头，它一旦决定降息，就意味着钱变得更便宜更多了。市场上的钱一多，总要找地方去，黄金白银这种传统上能保值的东西就吸引了不少目光。而且黄金本身不生利息，当银行存款、国债的利息降低时，持有黄金的相对成本就变低了，显得更有吸引力。今年美联储已经连续降了3次息，市场还在猜明年会不会继续降，这种预期就像给金价银价烧了一把火。白银今年为什么能跑赢黄金这么多？它有个黄金没有的大招，工业需求。你手机里的电路、汽车上的触点，甚至一些太阳能电池板里都有白银的身影。尤其是全球都在推动绿色能源转型，光伏产业对白银的需求很旺盛，但问题是供应跟不上了。白银的主要生产国像墨西哥、秘鲁产量在减少，回收上来的旧银也不够多，结果就是全球白银库存到了10年来的低位。物以稀为贵，工业上急需，库里又没货，价格自然就容易飞起来。不过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白银市场有个致命特点，盘子太薄。盘子薄是行话，意思是市场规模小，能交易的实物和资金没那么充足。伦敦的黄金市场有个储备池机制，关键时刻可以借出金条来缓解市场的紧张，但白银市场没有这种压仓石，所以当一大笔投机热钱冲进白银市场时，价格能一下子被拱到天上，当这些钱想跑的时候，价格又容易踩踏式暴跌。历史上白银这种暴涨暴跌的戏码一点也不少见。说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现在还能买吗？先泼盆冷水，短期风险真的很高。不少专业机构明确说，现在的位置风险收益比偏低，市场情绪有点过度乐观，甚至恐慌性追高了。白银基金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已经显著偏离了它的实际净值，这是个危险的信号。交易所连续发通知提示风险，也是在给大家敲警钟。有分析师说的更直接，任何脱离基本面的泡沫最终都会破灭。
那是不是就完全没机会了？也不是。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，支撑黄金白银上涨的一些根本逻辑并没有消失，各国央行基于安全考虑买黄金的战略不太会轻易转向。去美元化作为一个长期趋势可能还会持续，白银在光伏、电子等领域的工业需求也有实实在在的支撑。对于当下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呢，在承认其长期逻辑的同时，彻底放弃追涨杀跌的念头，或许是唯一的活路。但实话实说，在各路机构都已经把预期打满，交易变得无比拥挤的当下，还想靠着短期炒作从里面分一杯羹，或许真的已经晚了一些。